哎呀，你们两个，走。这儿，蓝精灵，这儿，这边。哎呦，开心！哎呦，开心！上车，出去玩啦！呀！不这个，你能跳上去吗？看看，能不能跳上去？你能跳？哇，你能跳上去哦！你好厉害呀！壮壮跳不上去。蓝精，壮壮你跳得上去吗？好啦，冷静。所以它这个其实不是很高，它蓝精灵一跳就跳上去了。哎呦，激动死了！好了，车可以降低，可以降低吗？可以降低，可以升高。那现在是降低还是升高的？是中。好吧，小心夹着脚，往后，乖，哎，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全是手印儿，能看到不？全是手印儿，太脏了。但是并不是手脏，就是手印儿。所以应该怎么才能不让它有手印呢？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带着狗狗坐着我们的 Cybertruck， 他们第一次上 Cybertruck， 所以他们刚才比较兴奋啊，知道要出去玩了。我们要带着他们去我们附近的雪山去看雪，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上一辆 Model Y 的最后一个价格吧，还没有到最终的价格，但是他今天呢已经给我发来账单了，是1690美元。这1690美元呢，其中有250块钱的磨损费，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可以，因为我朋友的算下来的磨损费是700多，还有一个395的一个处置费。这个处置费呢，只要是你 lease 车还车，它都会有这么一个处置费，还有一个135的税，另外就是900块钱的超里程费。我们为什么会超里程呢？就是因为之前开着这个 Model Y 呢去了趟佛罗里达，这么来回一走就超里程了。但是我觉得他这个里程给我算错了，因为我们算的是超过了2800迈，一个迈是2毛5，算下来应该是700多，他现在给我算的是900多，所以我今天给他们发了个邮件。另外呢，我上次有提到说，这个如果我换特斯拉的车，他会给我一个500块钱的 credit， 他也没有在这个账单上体现出来，给我减下去。所以最终的价格现在还不知道，就等他给我回电话，看看最终的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应该怎么才能把声音打开呀？哎呦，看动画片啦！这是谁的声音啊？这就是这个的声音。这个后视镜的这个摄像头呢，它是可以改成1.25倍啊、1倍啊、0.5倍啊，就这种。有不同的景别，不同的选择，想要看得宽一点啊、窄一点啊，都可以在这里做选择。前面就是雪山，怎么了这是 ？Resident and deliveries only， 不能去。没关系，我们条条大路通罗马。刚才那条路呢，不让进，我们换一条路走。我们发现 Cybertruck 有一个很明显的好处，就是它很静音，它没有发动机的声音，这是肯定的。然后它的这个是不是因为玻璃厚啊，还是因为什么？就是外边的声音基本上听不见，很安静。自动驾驶其实在这种路上就用起来比较放心，比较简单，没有那么紧张，因为这路上没有车。限速70，它还是能开到75的，就它有一个这个5个 mile 的浮动，它还是以快为主。现在这个自动驾驶呢，如果买一整套的话，就是8000美元。但是lease的话其实是没有必要买这一整套了。你如果按月买的话，一个月是99美元，你租3年也才3000多，3000多，对，所以其实没有必要那个，而且它经常会促销，经常会赠送，就为了
让你去买，让你去感受这个，就经常就是哎，给你1个月时间试用啊，免费啊。因为咱们经常不在嘛，咱们比如说我在这个月就租1个月，那我不在2个月我就不租了。对，现在自动驾驶往左拐，自己拐。这儿挺考验它的。为啥呢？拐过去还有一个，那边还有一条道呢。哦，对，这边还有一条道。不走啊，这边没车呀。得看看。他看啥呀？他哪儿看呀？他有什么看呀？他拐过来了，可以的。不是，人家是真自动驾驶啊。真动词行吧，真自动。富贵儿说呀，这个自动驾驶现在用的呢都是有人监督版的，就是他在哪儿监督？这是摄像头啊。哦，摄像头，嗨。然后对，就是你要是无人，那么多人无人驾驶，他怎么监督的过来呢？它是 AI 监督吧？哦 ，AI 监督，不是人工监督吧？哦，这么高科技呢？然后说还有无人监督版的，无人监督版的说过几个月要在德州先试用，是吗？对，它这个得取决于就是你当地的法律允不允许，它不是说取决于特斯拉。德州地大物博，所以物也不知道博不博，反正地是肯大，就是可以先在这种地大路宽的地方先试用一下无人监督版的自动驾驶。而且它这个自动驾驶，你要是违反它5次了，它违反1次警告你，违反5次它给你关闭了。那他退钱吗？他关闭我不怕，他退钱吗？不知道啊，他关闭几天吧。就有点像那种扣分然后让你反思。特斯拉它一直有那个评分，就你驾车评分，我一般都60来分。我开车这么稳，他居然给我评60来分。你多少分啊？80来分。而且它好像跟你的保险挂钩了。哦，对，对，咱们的保险也很贵哦。对，咱们的保险还蛮贵的。我们现在1个月的保险是370，这辆车，原来是200，原来那个 Y 是2001个月，还是挺贵的，所以咱俩得好好开车。不对，咱俩不应该好好开车，咱俩应该让他的这个自动驾驶好好开车。咱应该多用自动驾驶。啊，对啊，自动驾驶他就不给你，他不给我评分了，他开的好不好都是他的事儿。前面那个雪山。亮亮的，在阳光下亮晶晶的，居然去山上的路堵车，去雪山的路堵车。哦，今天假期，周一，今天是假期。狗狗，小狗狗，堵车堵得好严重啊！你说这富贵啊，来这种山里，他也不带我们的国家公园的门票。没有，在房车上呢。在房车上，你为啥没拿下来呢？房车在修理厂呢。房车在修理厂，那就只能待会儿进去，如果需要的话就交钱呗。你带钱了吗？钱，3块钱。这哪够啊？3块钱。但我带枪了。净带些没用的，你没带钱，你带枪，那你也不能说你掏出枪来跟人家说我没带钱啊，真行，这话说的。这个手套箱，点击可打开，然后它是个抽屉，它不是拉下来的，它是个抽屉，然后，哎，怎么的？嘿。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挂档，我们之前不是一直以为它是在这个屏幕上挂档吗？只有这一种方法，其实头顶上就是这个反光镜上面也是有挂档啊、应急灯这个显示的，摁一下它就出来了。应
击灯啊、挂档都在这儿。哎呀，怪不得你们俩不看，原来我给你们俩选的是真人版哪吒，不是动画片版哪吒。哎，蓝精灵，你看电视里有狗狗，看着电视里有狗狗。嘿。嗷嗷嗷！前面有一团黑色的烟啊，不知道刚才堵车是不是因为这个着火了，还是怎么着？马上就开过去了，现在已经不堵车了。不会是有人露营？露营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火吧？是吧？这是当时的房子或者车吧？啊？这么大烟！哇，这有点厉害了。哟，这啥呀？这是？在个坑里烧东西，不是火灾，也没有房子，也没有车，也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坑，坑里边着着火，旁边还有警车啊，有各种车，不知道烧啥。现在温度也已经降到了44华氏度，是多少摄氏度啊？7度吧，7、8度。人呢？这一有雪啊，这边有雪，Vegas周边都来这儿，带着小朋友拿个盆儿啊，滑个野雪呀，上面还有滑雪场啊，堆雪人啊。看到雪了哟，小宝贝。这雪呀，只能像他们一样，就是弄个盆儿往下滑。这要是那个什么滑雪，摔一跤就跟摔地上是一样的。宝贝们，开心吗？他们俩上次看到雪还是在北京呢，北京当时下着鹅毛大雪。蓝精灵冻脚不？感觉你怎么这个小碎步走的比平时要碎呀？冻脚不？哎，你说壮壮这雪还是挺干净、挺白的。壮壮在这个雪地里显得像一只小黄狗。来，宝贝，你们看看这谁堆了一半的雪人啊？谁堆了一半的雪人？哈哦，我
靠，硬的，跟打在石头上是一模一样的，太硬了，真是空的。呵，他们俩跟爬山一样。冷不冷？你们俩的脚？哎呀，开心哦！没见过这么多雪，这雪再厚点、再大点，他们这个腿长就不够了。好多人带着孩子来滑雪板儿，这个 sledding。富贵在后边踉踉跄跄，踉踉跄跄，拿着摄像机，工具人不容易啊。Let it go, let it go. 我要和蓝精灵打个雪仗，欺负没手的，欺负抓不住雪的。蓝精灵，蓝精灵。跳！哎呀，他好厉害呀，他能跳上去。壮壮就跳不上去了吧？是不是？壮壮，上来来，我抱你一把。Good boy！ 啊吧吧吧吧吧，啊吧吧吧吧吧。我们带着俩小猪仔在雪地里溜达了1个多小时，差不多可以回家了。因为它在外面这个温度其实不是很冷，可能10度左右吧。因为它现在是39华氏度。是多少摄氏度我也不知道，但是其实体感温度并不是很冷，但是他们的小脚丫在雪地上踩，我觉得踩太久的话可能会觉得比较凉一点。因为我看蓝精灵最后都已经开始迈小碎步了，我就想就差不多了。Mount Charleston 的这一片离我们家特别近，属于 Vegas 的后花园啊，因为它夏天特别凉快，然后里边有露营地，我们有的时候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就开着房车就到里边的营地去避暑，然后冬天呢这边又有雪。能在沙漠地区能玩到雪的确是不容易，而且离市中心其实特别近，就准备回家了。等我们回家呢，再和大家分享这些天我们 Cybertruck 用下来的一些感受，还有一些小功能，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限速65，它怎么开到78呢？这自动驾驶行不行啊？这限速65，超速拿 ticket 怪谁呀？谁付啊 ？Oh my god！ 哎呦！天哪，他这没事，他会刹住的，不用担心。你是真不担心啊？前面车干嘛呢？他俩打架呢。哦，他们俩吵架呢，所以这俩车都不走。你看那天刚说完路怒，掏枪啊！你可别。我说他掏啥枪？你这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你这人就是。他们俩是不是也干起来了？他们俩没干，他俩是一起的吗？他俩是一起的吗？他俩再干起来，他们就成干群架了。这美国真是啥事儿都能遇得到啊！我本来就是想拍一个他自动驾驶，他拐弯而已。呀，他不闯过去。他不闯红灯。哎，行了。你看他该超的时候不超，完全可以闯过去。他还是比较保守的。他保守吗？我那天看有朋友留言说这个。Autopilot 它是可以设置，就它这个开车的方式是那种中等还是 aggressive， 就是那种很凶残的开法，还是那种就比较稳妥的开法。
我们这应该现在是个适中，我都觉得就是比我开得快，然后比我开得猛，还就是各种超车。这要设成这个 aggressive， 它这个限速65，它不得开到90去？它跟谁 aggressive 呢？我的天哪！嗨，大家，我们现在回到家里了啊，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天我们Cybertruck 使用下来学习到的一些新的功能，因为之前不知道嘛。富贵之前说这个前面他看网上说能睡一个人，本宫这大长腿不适合，腿太长了不行。然后我们那天提车的时候，我不是说要这么手动关吗？其实不是，人家这儿有一个钮。这儿有一个专门关上的钮，然后它就关上了，然后再摁一下，去哪儿了？等会儿别着急，让我找一下哈。我能找到的，在哪儿来着？啊，在这儿，就是需要适应一下，因为它是在这边。不是要这样开，因为传统的不都是这样拉吗？它的这个是要往前推的一个钮。开这个前盖呢，它就是可以用手机开和用这个手动的这个钮开。那关呢，也可以用手机关，也可以用手动关。还有这边有一个钮，就可以关上它。至于生不生锈这个事儿，我们还要再过几天才能看到啊。我觉得应该不锈钢的嘛，和咱们家洗菜盆是一个材质。我们下洗菜盆用了10年都没坏，也没生锈。然后这个雨刷器是这么长的，就一根雨刷器。雨刷器在这里有一个小按钮，是可以控制，点一下它就打开了。然后呢，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个你要选择，比如说力度啊是更加强力一些，或者是自动，或者是关。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挺好的，是不是？原来那个 Y 它是只能在屏幕上控制。对，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下雨下得大的时候，我就不用再去点半天这个屏幕去找，我要1档、2档、3档，我要打开它，就直接点一下这个。虽然 Vegas 1年就下1次雨，但是这个改进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门的开关，就是这个，点一下，它就打开了，就这样就打开了，就拉开了。然后后门也是这样的，点一下，它一弹开就可以打开了。然后呢，需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这个门非常容易掩着手。所有的材料都是直棱直角，虽然它有打磨过，能感觉到它有打磨过，但是它还是很锋利的。这个呢，我就不拿我的手去来做实验了，因为已经有很多就是受伤案例了，大家一定要注意。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不好处哈，开门的这儿全部都是手印儿，全是我的手印儿。因为别的地方你摸不到嘛，就只有开门的这个地方，其实全部都是很容易留下手印儿。这边就看起来很脏，它不像普通的车，你要脏的话就是一层灰嘛，这个是整个就是一个印儿。咱们这个怎么擦呢？拿水布擦。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后门，我觉得设计的很好的一点呢是。它可以90度开到最大，我觉得就很适合家里有小朋友啊，或者是有狗狗，像我们这边有根绳一拉，这座位就可以抬起来。然后后面的空间其实还蛮大的，因为我们2个其实把座位已经放到比较靠后了，后面多了一个显示屏。然后这个显示屏呢，它是可以调风扇啊，调风速啊，还有一些什么娱乐啊，像电视啊，Netflix、YouTube 这些。然后风速，这个是啥？哦，这个是可以调这个的，往前、往后。驾驶座不能调座位，副驾驶是可以前后。用这个屏幕来调，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因为就不用下车再去调。另外，这个小屏幕呢，还可以来控制这个座椅加热啊。看，这就是加热了，选择3档、几档座椅加热，关闭啊，再关闭。前面2个座椅是有通风也有加热，但是后边的这些座椅就只有加热没有通风。这2个座位呢，你想要把它放下来，也是要拉一下这个绳的。一拉它就下来了，空间还是很大的，就做个成年人，空间也非常的大。你看，然后另外中间这个座椅
也可以要拉一下这个小瓢，然后再把它放下来，这样就有搭手的，还有放杯子的地方。座位呢，它是有一定深度的，它是翘起边来的。那我的这个身材坐在中间这个小座位上，刚刚好卡住我的屁股，不会觉得硌。这几天我们开下来呢，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它非常的静音。今天我们在去路上的时候已经说过了，把窗户整个关上以后呢，就外边的声音完全就是听不到的。它这个车设计的整个所有的都是棱棱角角的，就没有一点是有弧度的，除了前面那个面儿就有一点弧度，其他所有的都是有棱角的。所以其实看起来是很酷啊，但是的确是要小心一点，它还是有一定的锋利度在的，它不会说像刀一样，就是我一划手就破，不会。但是我觉得小朋友啊磕脑袋啊，就这种就是蹭一下啊，其实也会蛮痛的。这个上面有3个钮，一个就是开，和我们之前的皮卡比起来，这个的最大特点就是它这个后罩是电动的，整个都是电动的，它是可以整个收起来。这个，它这个往下放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个缓冲的，像前盖后盖它都是有一个自己的这样。像我们之前那个皮卡呢，一打开就是咚一下，然后一开上就咔一下。咱们原来的皮卡那个后斗里边有灯吗？也有灯，小灯都是那种圆的，一个一个的灯，不是这种条灯。它这个条灯看起来就更酷一些，而且它照明的范围更大一些。那这边呢，它有一个可以拉开储藏的一个位置，这个还蛮大的，我觉得。皮卡主要它的作用不就是什么拉货呀、拉树啊，或者是拉小家具啊这种。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好的设计的一点，就是它这边设置了很多那种卡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就比如说你在这个车上，你要放一个电视或者是电脑之类的东西，那种台式机，它怕晃的话，可以买隔板或者是网兜卡在这个卡扣里，就能把皮卡的后斗分成不同的区域。这个大小其实正好和一个双人床的大小刚好，我觉得到时候出露营的设备，肯定就是在这里睡觉嘛，就这种充气床垫啊或者什么，肯定都会陆续的就都出来了。另外这边有一个电源插座，它有3个插头啊，有2个是110伏的，就平时我们充个电呀什么的，手机、小型家电都可以。然后这儿呢有一个50安培的插头，那这个插座呢就等于说你可以用这个 Cybertruck 给另外一个特斯拉充电，是不是房车也可以用这个50安培，对吧？对，所以这个插头设计有2种，我觉得还不错。那我们现在把那个斗给它关上，你看它这个斗是从底下上来的，我觉得还蛮酷的，感觉高科技。这个可以站上人，没事。这个吗？这上面是可以站人的吗？哦，它是一个硬壳的，但是又是可以就是卷缩在底下的。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挺屌的耶，是有点高科技的感觉啊。后斗呢还是一样，就是只能手动关，手机不能控制，然后这个钮也不能控制，只能去手动把它关。但是它很轻，所以就还好。一般在美国买皮卡的后边都会拖个什么东西嘛，像我们之前那个皮卡不都拖房车啊，或者是有人是拖个小斗之类的。这个也是要单配的，拖车的那个钩要单配，但我觉得这个钩应该是在特斯拉特有的吧，应该不是随便一个钩就可以用。我们进来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座位的包裹性非常的好，它有点像按摩椅、按摩沙发的感觉。长方形的方向盘，我觉得用起来也还好，也没有觉得不适应啊，或者是用起来不舒服。还是那句话，唯一一个我们俩现在还没适应的就是转向灯。一打转向灯，我们俩就在这儿，这个手就在这儿挥舞半天，才想起来，转向灯是这2个钮，就一个左边一个右边，这个是我觉得需要适应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手扣啊，空心儿的，我已经
我这几天已经是好几次就往这里边扔东西，结果都掉下去了。好处呢是底下的这个储藏空间它比较大，像这种比较大瓶的水，我们就可以正经的塞在这儿放了。像原来我们的这个大瓶的水都是放在地上，就很不方便。然后这些灯啊都是可以调颜色的，像我们提车的时候是红色的，然后也可以调成蓝色啊、黄色，你想调成什么颜色都可以。然后中间呢，上次说过这2个位置呢是充电的，充手机电的。像特斯拉 Model Y 呢，我们之前在这边也是有2个可以把手机直接放上，不需要线来充电的。那这个呢也是一样，就是这2边是可以放手机的，不需要线来直接充电的。放杯子的地方，然后中间它有2个插座啊，一个是就是插电源的110伏的，就那个插头的，还有一个就是 Type C， 可以插这个 Type C 线的，可以直接充电。我觉得能有这2个形式的这种充电方式，我觉得还是挺贴心的。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手套箱啊，手套箱它哪儿呢？等会儿啊，在这儿呢。手套箱是像一个抽屉一样打开，然后抽屉一样关上，是点击打开屏幕，点击关上。大家都记得这辆车发布会的时候，马斯克在当着全球人民的面拿了个锤子把这个车玻璃给打碎了吧。所以我们那天发现在这儿有个特别好笑的功能，就是你这个玻璃你点它，我觉得这个还挺幽默的。从这个屏幕上控制所有的一切，就你能想象到的，不管是温度啊、灯啊、前备箱、后备箱、卷帘盖啊、车身高度啊。挂档呢是要在这里挂，这个屏幕啊往前，这就是往前走，往后就是往后走，这是倒车，然后这就是停车了。另外呢，还是跟大家说一下，这儿也可以挂档，在脑门上也可以挂档，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在上面挂档吧？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就我觉得在这儿挂档还是挺方便的，毕竟大家都习惯是在就这个部位挂档嘛。那这个屏幕上除了像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设置以外，还有儿童锁呀、录制啊、什么哨兵模式啊、空档。那因为特斯拉呢，它和其他的车不一样，就是其他的车你在停下车的时候，你是可以拖着它走的，因为它有空档嘛。特斯拉呢，它只要停下车，它就自动就是停车模式，它就没有空档，除非你真的就是手动按空档这个键。然后呢，它还有一个洗车模式，它这个洗车模式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你点开了这个洗车模式，它就会锁定所有的充电口，还有关闭所有的车窗，然后禁止使用它的这个雨刮器啊之类的。那如果你要用那种传送带式的那种洗车模式，不就是要挂在空档上嘛？你就不能是在那个 P 档上。那如果用了这个洗车模式，它就自动是设置在了一个空档的位置。它有代客模式，就是 valet parking， 就是比如说您要请别人去给您停车的话，它有这个代客模式，它就不会看到屏幕里比如说家庭信息啊、一些个人信息。还有家长控制模式，家长控制模式它会限制速度然后还会发送宵禁的通知，就比如说哎你10点该回家了就这种。还多了一个家长控制，还蛮有趣的。正在打开，我们去看看充电口长什么样。门上的按钮呢，就是窗户，还有这个是开门，摁一下门就开了。屏幕上控制打开充电口，然后这个就打开了，这个小门就打开了，然后就把这个充电插上就可以了，就能充电了。这个大灯呢也是一排灯，感觉还蛮酷的，有点像钢铁侠的面罩。咦，我们这个 Pocket 3这个新买的这个小相机，它是可以人脸跟随的，就不用我来手拿着，它是可以自己跟随的，还蛮有趣的。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事儿呢？我之前不是和大家说，如果我下一辆车还是特斯拉的话，特斯拉会给我一个500块钱的 credit 嘛？我不是给我发来最后账单是1690，然后他没有给我把这500块钱减去，因为他要求呢符合这500块钱 credit 必须要还车和提车是同时1天的。我当时因为
第2天就决定要提车了嘛，就没有设定好这个还车的日期，因为那天我们去提车的时候，还车的当天是没有空档的，只能是挪到了后几天，所以它这个设定的还车和提车不是一天，我就没有得到这个500块钱。但是呢，我有打电话给特斯拉，特斯拉说可以请就是我当时还车提车的这个 manager 给他们发个信，就是说当时是因为没有空档，所以没有给我安排好这个还车和提车同时进行，就看看这500块钱到最后能不能给我减去。然后我今天不是还说收了我一个900块钱的超里程数嘛？它这个超里程数我觉得有点扯啊，就是因为我们 extend 了6个月嘛，它这个6个月，它每个月的里程它都是有数的，它不是按6个月给你，就像之前租的时候，每年它给你多少15000、1万。它不，它你 extend 这6个月以后，它是每个月给你多少，每个月给你多少这个里程，所以我们其实是超了挺多里程的，就是按它的那个算的话，我是应该交900块钱。那没办法，这个是没办法的。但是就是如果想要拿到那个500块钱 credit 的话，就是想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确保还车和提车都是在同一天。还有一件事情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加州和内华达州的一个区别啊，就 DMV 就是车辆注册管理局的这个一个区别，就是感觉到就是搬离加州是对的。我们当时立特斯拉的时候呢，其实是住在加州嘛，所以我们当时的注册地是在加州。每辆车每年呢，它都要交一个 registration fee， 就是你那个车牌是要交钱的嘛。我们每年是要交将近800块钱的一个 registration fee。那这个车我们现在还了以后，我的这个 registration 其实还是有半年的时间的。然后加州我打电话给 DMV， 他是不退这个钱的，但是在内华达州，他就会把这个多出来的钱用成 credit， 然后在半年之内，如果您买了新的车的话，他会把这个 credit 用在新的车的 registration 上。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这个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同身受啊！因为我们之前房车 Airstream 就我那易拉罐注册的时候，就是在内华达州注册的，但是开了没多久，不就给我开报废了嘛？然后我的那个 registration fee。DMV 内华达的 DMV 就给了我一个 credit， 就是我剩下的这个钱呢，他会给我存起来，存半年。然后我买了新的房车，我再交这个 registration fee 的话，就是可以用这个钱的。还有一件事儿能体现出这个加州和内华达州 DMV 区别的一件事儿，就是在加州，如果您这辆车，比如说9月份到期，这个 registration 到期的话，下一年如果不去开这个车，比如说我要去旅行啊，我要去干嘛呀？这辆车或者是就不常用的话，不上路的话，您还必须要交一个就是 store 的一个费用。如果不交这个钱，他会罚款，就必须要一直 continue， 要不然就是续这个 registration， 要不然就是续这个store 的这个钱。内华达州，因为我们去年一整年都没怎么开房车嘛，然后我们6月份的时候就这个 registration 就已经过期了嘛，然后我就不想再去续，因为我们续一次很贵，好像要3000多，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内华达州的 DMV 问他们我是不是需要去付一个这个 store 的一个费用，他跟我说不用。我说那我这个过期了就让它过期嘛，他说对，你就不用管了，你什么时候想再去开，你就拿着一个表，就是说我几月到几月我没有上路，几月几号开始准备上路了，然后他再去重新给你注册这个registration， 就是再把你的这个车牌给续上，只要你这段时间不开车就没有问题。我就觉得这个也太人性化了吧，完全就是以人的方便为主，而不是说我非要花时间去迎合这些规定。通过这些年就觉得这个加州和内华达州就光这个政府部门的这些规定，我就觉得区别还是挺大的。对，就是这些事儿，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就这样吧，拜拜。